台湾陆军的总人数约10万人，堪称是台湾三军之最。其坦克部队呢，分布在台湾各个重要区域，平时他们可以维护台湾各地的安全，战时呢，则能够联合海空两军地面兵力进行联合作战。今天呢，就给各位盘点一下台湾陆军的坦克，以下排名无关强度，看看谁才是您心中的 Top 1。Top 4 M41D 坦克。M41D 轻型坦克呢，是台湾陆军升级 M41A3 轻型坦克的改良型，代号取自于柴油化。在台军轻型战车部队逐渐式微之后呢，该坦克成为了台军仅存的轻型坦克了。从1958年开始，台湾陆军总共是接收了700辆 M41A2A3 轻型坦克与300辆左右 M48A3 坦克，该坦克也成为了台湾陆军的主要装备。而台军也在1975年尝试研制仿造 M41的车体4部，直到1976年正式仿制成功，将其命名为国造64式轻战车。不过后来呢，发现与 M18 炮塔与 M42 底盘组合而成的轻型战车同名，后来又将其改为了国造65式轻战车。相较于原版，改进型坦克在炮塔两侧加装了一层抗弹钢板，以及履带加装了大型侧裙。主炮使用的是台湾自制的 M32 型76口径战车炮，它的炮口制退器采用弧形制退器，可以说是 M41D 的最初型号。经过数十年的操作， M41A2A3 轻型坦克已经逐渐是跟不上时代了，因此从1980年代起呢，就传出了台军是有意向欧洲国家采购 M41 轻型战车的改良套件，或是采购新式轻战车的构想。不过最终却都因为国际政治形势以及经费不足等原因是没有实现。虽然美国曾经在1990年代初期同意出售700辆 M8AGS 取代这批旧战车，但是最终却因为报价过高而没有落实。该型坦克在服役后主要被用于配属台湾陆军各装甲旅、机械化步兵旅的装甲骑兵连使用。不过在2019年台湾陆军实施108辆 M1A2T 的采购案后，原本的 CM11 和 M60A3 将会分配给其他装甲单位，取代更为老旧的战车。M41D 轻型战车则是因为车龄已经很高了，又缺乏对抗新型两栖战车以及单兵反战车武器的能力，预期将会由其他单位移交的 M60A3 以及提升火力后的云豹装甲车来取代。Top 3 CM11 勇虎式坦克。CM11 勇虎是美国通用动力公司与台湾陆军战车发展中心共同研发的主战坦克，是于1990年4月14号正式公开。由于它作为 M48 坦克的一款衍生型号，因此也可以被称为 M48H 主战坦克。此型坦克的开发案主要是让台湾陆军取得符合防御所需的主战坦克。该款坦克是将 M48A5PI 坦克的炮塔安装在了 M60A3 坦克的车体上，再辅以 M1 坦克的射控系统所结合的混种坦克，因此美国将其称为 M48H， 其中 H 是混合的意思，而台湾呢，则将其称为 CM11 并命名为勇虎式坦克。该坦克的火控系统与美国初期的 M1 坦克相似，为战后第2代坦克后期开始流行的扰动式火控。CM11在巴顿系列中呢，算是比较出色的型号了。它采用的与美国 M1 坦克同级的数位类比混合式弹道计算机，并且提供2维稳定观瞄和炮身稳定设备。它的测距设备使用的是 AN-GVS5 激光测距仪，此装置原先为美军单兵手持式雷射测距设备。该款雷射测距仪较 M60A3 使用的红宝石激光测距仪在输出品质上更为稳定，并且由于其射控系统源自 M1 坦克，它的弹道电脑比 M60A3 更先进，数字化程度也更高。在行进间射击测试时， CM11 对2000米处的固定目标首发命中率是达到 82%， 超越了 M60A3 对1500米处目标的 75% 的首发命中率。CM11 也是目前台湾陆军首发命中率最高的坦克，并且考虑到了该坦克的防护力较弱，台湾在1990年代中期便考虑安装附加装甲增加防护力，曾经从法国引入了 GIAT 设计的反应装甲。这款反应装甲呢，采用模组化设计，可以降低反应装甲爆炸时误伤到己方协同作战步兵的机会。Top 2 M60A3 TTS 坦克，它是目前台军的坦克部队主力了，也是美国陆军最后一段巴顿系列坦克。
在1960到1970年代期间，该坦克可以说是美军最重要的坦克了。而且由于冷战的进行，该坦克在此期间曾经发展出无数改良型号。台湾也在1994以及1996年分别购买了160辆和300辆的 M60A3 TTS 坦克。该坦克采用热成像夜视仪取代了原来的星光夜视仪，使它无需依靠其他光源即可搜索和攻击目标，夜战能力呢堪比早期的 M1 主战坦克。而台湾在购买该款坦克后，曾经计划于2016年对其进行全面升级，每辆坦克预算1亿新台币，其中包括换装120毫米口径滑膛炮、更新炮塔液压系统、更新弹道电脑以及加装自动装弹系统等等。但是后来因为不少项目呢都需要外购，而 M60 的原始设计又过于老旧，防护能力难以提升，并且大幅改造升级的耗费还不如直接从美国购买新的 M1A2。因此，台湾只能在2018年终止了 M60A3 的升级案，并于2019年通过军售从美国购买了108辆新造的 M1A2。不过，这笔军售案的108辆 M1A2T 全数抵台后呢，也不足以取代全数的 M60A3。中科院在2022年发布公告，准备为 M60A3 坦克更换坦克的射控、炮控以及观瞄系统。这次更新的数量为40辆，占 M60A3 坦克总数量的 8.7%， 金额达到了4亿4401万元，预计在2025年的10月底完成。如果这次升级测评成果良好，未来台湾还将会继续分阶段大数量的 M60A3 坦克系统更新。Top 1 M1A2T 主战坦克，它是台湾陆军心心念念18年的利器了。其系列坦克几乎参与了近年来所有的世界战争。为了购买该款坦克，台湾陆军甚至主动放弃了勇虎坦克的进一步升级计划。不过，该坦克无论是在机动性还是在防护力和火力都十分强大，因此它被人们称为世界最佳坦克。其中 M1A2T 的 T 呢，有人猜测这是台湾拼写的首字母，证明该坦克是为台湾量身打造的。不过，自从台军打算采购 M1 坦克以来呢，它的重量问题一直都是被外界关注的焦点。时常有民众担心 M1 坦克过于沉重，会对台湾四通八达的桥梁道路造成冲击，甚至无法承受。对于这一点呢，台湾军方官员表示，经过相关的计算，台湾内部的公路桥梁大多数都是可以承受 M1 坦克的重量的。因此，台湾的 M1 坦克在服役后，并不会遇到机动性和战术运用等问题。并且台湾军方还表示，台军采用的是防守战术，全台湾的道路与地形，没人会比台军更加了解。随着 M1A2T 坦克的交付，也将大幅提升台湾陆军的地面防御作战能力，并且由于该坦克有着快速机动能力，也能够使台湾陆军能够快速掌握战场主动性，提升了台湾陆军的联合效能作战，或是部署到一些较为重要的地区来巩固中区的安全。并且该坦克可以自动检测车辆故障情况，其先进的电子系统更是提高了车辆本身的目标识别能力和队友坦克的通讯能力。同时，该坦克还配备最先进的指挥控制通信系统，例如战场管理系统，就可以自动提供双方部队的位置、后勤信息、目标数据等，以及自主导航系统，可以让该坦克通过 GPS 卫星定位系统快速精准瞄定目标本身方位。虽然这次台湾向美军采购的 M1 坦克仅有2个营的108辆，并不足以完全淘汰台湾陆军现役的 M60A3、CM11等坦克，因此呢，也就有前面说到的对现有的460辆 M60A3 坦克的性能升级，从而提高台湾陆军的整体战力。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老铁对这些武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